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把生姜和红枣放进锅里面炒一炒，做过的朋友都说好。村里93岁的老奶奶坚持吃了几十年，每年都要亲自做上好几罐。老一辈的土方法真的是既省钱又实用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首先准备3两漂亮的红枣，放入大盘中。买红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这种颗粒不大不小的。接着加入适量的自来水，没过红枣。红枣不仅长得好看，营养也特别的丰富。跟着加入1大勺面粉，1勺杀菌食盐，下手把它们抓拌均匀。红枣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对于咱们女性来说十分友好。常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。红枣虽然长得好看又好吃，但是它的外表却非常的脏，表面有许许多多的褶皱和坑坑洼洼的地方，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。如果直接放到水龙头下面冲洗，是根本洗不干净的。因此，我们洗红枣的时候，一定要用面粉、盐还有水配合来抓洗。在抓洗的过程中，红枣表面的脏东西就被面粉吸附下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水真的变得非常的脏。现在把洗过一遍的红枣控水捞出，放进另一个盆子里，继续换清水淘洗。洗了1次以后，现在就比较简单了，只需要轻轻的揉搓，将红枣表面的面粉残留冲刷干净即可。现在把里面的脏水倒掉，接着往盘中倒入多点的自来水，把红枣放在一旁泡上几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些老生姜，放入盘中。老生姜的数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。接着同样加入适量的自来水，把老生姜洗干净。洗生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废旧的牙刷来刷洗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把生姜表面的泥土刷洗干净。像我买的这块生姜，它长得还是比较光滑的，所以洗起来也比较容易。如果你买的是一大块一大块，上面有许多的小生姜芽子的那种生姜，就特别会藏污纳垢，洗起来就比较费时间了。咱们在挑选生姜的时候，尽量选择带有泥土的生姜，避免购买那些过于明亮、经过清洗的生姜，因为这些生姜很可能是使用硫磺熏制的。生姜全部刷洗干净后，把脏水倒掉，加入适量的自来水，再淘洗一遍。可以看到，以这种方式洗完的生姜非常的白净，美丽动人。接着把生姜放在案板上，切成这种厚一点的片。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。春秋时，孔子就主张每食不撤姜，意思是说1年4季人们每天都应该吃姜。据说孔子就有每天饭后嚼姜数片的习惯。生姜切成片后，我们再改刀把它切成这种的粗丝。切的时候也不要太细了，太细的话口感不好。切成像这种根根分明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放入盘中备用。这个时候去看看我们的红枣，泡了5分钟后，红枣表面变得柔软了不少。这样的红枣就有利于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了。找出2根没有用过的牙签，牙签苗条一点会更好用。那么我们拿着牙签到底要干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用牙签在红枣的表面戳上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孔，这样有利于大枣里面的营养成分能被充分的释放出来。一边翻动红枣，一边用力来戳孔，这样就会戳得比较均匀了。所有的红枣都用这种方法，全部戳上几个小孔之后，我们把它放进大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切好的生姜丝，先开大火把生姜丝的水分炒干。因为生姜丝里面还含有大量的水分，我们一定要先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炒一炒。大火翻炒约1分钟后，生姜表面的水分就迅速的被炒干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发现有一些比较细一点、碎一点的生姜皮贴在了锅底。
这是正常现象。继续翻炒2分钟左右，我站在锅边，能闻到比较浓郁的生姜气味，特别的好闻。水分炒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把红枣倒进来，和刚开始一样，先开大火来翻炒。先把红枣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到红枣的表面看不到有明显的水珠的时候，就可以把火调到最小，继续慢慢的翻炒。整个炒的过程中都要不停的翻动，没有任何的技巧与难度，这个过程非常的单调，我都差点睡着了。左手翻累了，我们就换右手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最后翻炒成像视频中这个样子，表面微微发黄，甚至还能看到一些红枣的表面都已经被炒黑了一点点，像这个状态就已经完全可以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，把它们盛入一个大一点的盘子中，这样会散热的更快。我们也可以用铲子把它们扒拉开来。炒好的红枣、生姜，它们的吃法也非常的简单。第一种吃法，把红枣、生姜放进杯子，可以再加上一点花茶，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茶叶。我就加了一小把菊花，因为我感觉自己有点上火了，跟着加一小把黄冰糖，再用刚烧开的滚水进行冲泡，把所有的食材泡出味道。也可以用勺子搅拌搅拌，加快食材泡发的速度，泡个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。不想吃冰糖，或者是不能吃甜的朋友，这里可以不用放糖，因为放糖是我的个人喜好。等剩下的红枣、生姜完全晾凉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到密封罐里面密封保存，放上1年都不会坏，随吃随取也非常方便。想要喝的时候就泡上一杯，真的是既简单又快捷，尤其是泡开之后，喝起来香味特别的浓郁。这款茶1年4季都可以喝，每一次多做一点，可以喝很长的时间了，随吃随取超级方便。像我家里每年都要做上几大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生姜红枣茶，虽然说用的食材和做法都非常的简单，但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哦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了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